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在上海浦东机场。那我们现在这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，在68号 gate 口的国泰贵宾室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前往喽。国泰航空的话，在中国大陆直营贵宾室是有2间的，分别在上海的浦东机场跟北京的首都机场。那北京首都机场的话，现在还在整修。在整修中，之前很旧了，所以我们期待它重新 reopen 之后我们再去。那上海这一间是比较简单可以抵达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拍上海的部分。那我今天要搭乘的航班的话是 BA168，我要从上海搭到伦敦。GGL 的最后这15个月，能够搭英航日子也不多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好好把握一下最后体验英航的时间。那今天的话，当然我们搭的也是英航的头等舱。那等一下会再有一集完整的介绍。那就从贵宾室先开始喽。好，我们现在国泰贵宾室到了，国泰贵宾室68号登机口。好。右边看到我们熟悉的装潢了吗？这个黑色的熟悉装潢就是我们国泰的标准贵宾室的长相了。那大家看到这个外观就会知道，它跟上次我们拍过的蛇口，还有像我们的台北，都是一模一样的外观，都是后来跟的 Pier 一样重新装潢过的新版本。68号 gate 国泰贵宾室。好，那我们走进去喽。那这边一样就是会有 food hall， 然后有 noodle bar、terrace、washroom 都是有的。那大家看到这装潢是不是很熟悉？这就是国泰的好处了，就全世界都非常的统一。那大家看到这些贵宾室的话，光线采光也是非常的好。这是第一个空间，是让人家坐等飞机休息的空间。我们再往里面走喽。第2区的话，就是一些轻食，一样有很多座位。这一间国泰贵宾室在浦东占地非常的大。饮料的区域。那这边当然就会有一些当地的什么青岛啤酒啊，等等这些东西。那基本上的果汁也都是有的，豆奶、牛奶、苹果汁、橙汁、番茄汁。然后酒的话也都是有的。酒的话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香槟是这一瓶，然后这是 Sauvignon Blanc 白酒，白酒还有1支。然后红酒也有2支，这是卡本内苏维翁。还有这一支勃艮第的。那我们再往里面走喽。然后再来这一区的话，就是一样一些饮料。然后早餐的话，会有一些简单的自助吧台，我们看看有什么。现在是早上时段，一定会有这个白粥，然后再就是有这个炒鸡蛋、蔬菜，然后香肠。早餐时段，然后培根，然后起司。那当然，国泰最有名的还是这一个，就这边这个 Noodle Bar。这边的话一样有云吞面、担担面基本的，然后米粉汤、小笼包，这是上海特色鸡肉烧麦。刚刚还有这边没有拍到，它还有给就是蛋黄流沙包跟这个馒头、栗丁、红枣窝头。然后刚刚这边还有一个那个上海蔬菜拉面。那我们等一下按照规矩，我们还是一样要来吃点面。看大家这个吃面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大，整体贵宾室的环境是非常的舒适的。那外面这一区也是有像这样子的地方哦。我们的飞机已经到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飞机。现在这边外面的飞机的话，这是印尼航空 Garuda， 然后这是 Singapore Airlines。我们的英航在那边哦，可能照不太到，但是英航就在那儿了，所以等一下我们登机口非常近，就在那67，所以我们这非常便利的位置。那这边的话是可以边看飞机边吃饭，那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了。好，我们就选这个角落吧，边看飞机边用餐的地方。那装潢的风格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，跟就是 The Pier 啊，还有台北都是很像的。然后这边当然还是有一些基本的饮料。那大家可以发现这边跟台北也比起来少了什么吗？啊，对了，这里少了一个酒吧。对，那我们一样要看看洗手间，这是贵宾室必要的重要环节。很好，一进来先检查，一样全套的 Benford。这里的里面是没有洗手台，所以只有香港的才有。这边的厕所也是很正常，头等那边也才有，台北也是没有的。好，不过装潢风格一样，就是标准国泰装潢风格。
干净度、整洁度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非常的舒适。为什么刚刚会有那一段是每一次到这个国泰贵宾室，我都会检查那个厕所备品，是有原因的。因为疫情刚结束之后，国泰重新恢复营运之后，大家知道香港主场的 Wing 跟 The Pier 嘛？那 The Pier 是 Benford， 有一阵子的 Wing 不是，就是它有一个旧的备品，一个没有牌子没有用完，它的 Wing 继续用到用完为止，才全面换成 The Pier。所以那一阵子啊。为了那个 Benford， 我就都不去 The Wing， 因为那个 The Wing 那个备品我不喜欢，对，所以备品也是我很在意的。住饭店我也都会特别看备品。那贵宾室的细节，我觉得这几点都是大家可以去留意的。那所以我到贵宾室一定会检查，有没有标准备品是 Benford 备品。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形象一致性也是很重要的。那这贵宾室非常非常舒适。对，我们的面点应该到了，我们回到座位上去吧。担担面。然后云吞汤面、小笼包，跟这个烧麦，我们来给大家试吃一下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这边的担担面口味如何。这国泰担担面每一站都有稍微小许的不一样。对，这边的话葱花加的比较多，面的分量好像也比较多。这边的面体没有那么有嚼劲。但配料的口味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再来试一口这个云吞汤的云吞。云吞部分跟香港就一模一样，没有问题，非常好。云吞汤面里面这就是捞面了，这两个面体不一样这就是正常的捞面。我们试试看。云吞汤面我就是香港的真的捞面，这个不是。不过它面的分量真的是给了很多，这边的面真的给的分量都好大。超级多，然后我们一定要来试试看上海这边才有的，这个每一站都有每一站特色。像台北我们上次介绍过嘛，台北是牛肉面，对不对？台北牛肉面超好吃的。那上海就有这个小笼汤包了，这个上海的特色，我们来试试看喽。上海的汤包很好吃，很不错。这个国泰的餐饮一直都很不错，然后而且有一个都市传说，就是国泰航空啊，在任何一个机场。只要盖了自营贵宾室，不管是不是主场，它都会变成那个贵宾室最强贵宾室。那这个传说，我相信蛮大几率是真的，对，蛮大几率是真的。台北的话，国泰航空台北的贵宾室丝毫不输华航、长荣、星宇的主场贵宾室，丝毫不输，而且占地面积非常的大，又非常的舒适。除了长荣的花园因为特殊资格之外，基本上。其他贵宾室都赢不了国泰贵宾室，上海这边一定是的，因为上海这边我去过旁边的贵宾室，就是东航跟国航我都去过，那确实跟这一间都品质上落差非常非常的大，对，这一间真的是赢非常多。上海浦东机场说这间贵宾室最好，我觉得是应该没有问题啦，应该毋庸置疑。对，那。羽田的话，当然有很强大的日航头等啦。不过，因为这间贵宾室本来就是商务等级嘛，所以我觉得商务跟商务比较好了。那我们的金贵人要露相一下喽。金贵人出来，大家就知道了吧？今天等一下我要搭乘的就是头等舱了。我们金贵人是头等专用才会出现的哦，所以要搭头等舱才会召唤我们的金贵人出来。大家好 ，Hello。对，羽田的话，不能跟日航头等比，因为这间是商务贵宾室。那如果跟日航商务比的话，我会选国泰。国泰那间在羽田的占地也非常的大，然后非常的舒适，对，所以东西也好吃。成田那一间改装过后我还没有去过，所以暂时先不评论。不过那间旧 AA 可能比较弱一点啦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北京在改装嘛，曼谷的国泰贵宾室也不错，但是曼谷有卡达，曼谷跟新加坡我觉得是例外，因为曼谷跟新加坡的话。那边有卡达，所以，卡达太强了，卡达太强了。不过换个方式比较，因为卡达的话是不收卡客的。如果你今天不是真的商务舱，你进不去卡达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寰宇一家蓝宝石、绿宝石的话，那国泰航空还是你在曼谷跟新加坡两个机场最好的贵宾室选择。最好的贵宾室选择，所以如果我们把条件设计在就是你是蓝宝石、绿宝石福利的话，那国泰还是最强大的，毋庸置疑。对，毋庸置疑。马尼拉我还没有去过，再帮大家开箱。然后温哥华跟旧金山我也还没去过，不过跟大家预告一下，我今年应该会去拍哦。那伦敦的话，
伦敦国泰在 T3的贵宾室也非常的强大。对，巴黎的整修中，整修之前我有去过，整修之后呢还没去，因为现在正在整修中。对，所以国泰贵宾室这个为什么我想拍这个系列跟大家介绍，就是大家如果有寰宇一家蓝宝绿宝石的福利，你到全世界各地，你只要看到国泰贵宾室，基本上进去就没错啦，就没错。除非你搭真商务舱，然后你在曼谷或新加坡，你有遇到卡达，那你就去卡达。但是其他的话，基本上选国泰准没错，这是贵宾室的优质保证。对，跟我们金贵人一样，优质保证哦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上海的国泰贵宾室浦东机场，帮大家介绍一下。那大家如果有来上海的话，搭寰宇一家航班来这边走走，是很棒的选择。这边就唯一就是刚刚讲，这边就少了个酒吧啦，这边少了个酒吧，其他的部分应该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到休息区再跟大家聊聊。我们先吃饭。既然在上海的浦东机场贵宾室，还是要聊一下国泰在浦东目前的状态。现在香港到浦东的话，一天是7班，去虹桥一天2班，所以往上海一天是9班。那跟台北一样，都是没有恢复疫情前的班次数量那么多。不过一天7班的话，一线贵宾室的营运也绰绰有余，没有问题了啦。对啊，因为国泰毕竟，当然曼谷、新加坡现在航班是更多啦，因为这边有虹桥跟浦东分散嘛。不过浦东一天7班，然后同时在服务这些 One World 的航班，其实也是没有太大问题。这间贵宾室的话，除了少了酒吧之外，确实整个环境非常的好。尤其在中国大陆的贵宾室，通常最弱的一点是酒水，就是像我去过国航、东航的贵宾室的话，他们酒水真的是比较弱。可能是一些中国当地的酒，或者是一些比较弱的一些国外的酒，对。可是国泰贵宾室刚刚我尝了一口这边的白酒，品质很好，所以酒水部分应该对外国人而言这一间会大胜，对这一间就会大胜。餐饮部分真的也是不错，那它空间环境是非常的舒适。我现在在这一区就是最靠近登机门的这一区，就是这个等飞机的地方。对，那这个时间的话都是英航的客人，因为国泰刚走一班9点半的，然后下一班11点25，所以中间这个空档时间的话，应该都是英航的客人这样子。那国泰贵宾室上海篇结束，下一站国泰贵宾室再见喽。